公元326年，东晋苏峻之乱爆发前一年，朝廷已经渐渐从王敦之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江南水乡的魅力开始显现，人们快然自足，安居乐业。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少年们，也都一个个展示出昂扬、敏捷、贪玩的状态。这其中就有一个14岁的小伙子，此时的他有着少年特有的亢奋和新奇，最喜欢混迹于市井之间，尤其是好赌。只可惜这个小伙子毕竟还是秃样，对赌博这种事儿把握不住，结果就是连输好几把之下，倒欠了人家好几万钱。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小伙最终硬起头皮去向好大哥求救。好大哥一听，嗨，多大点事儿，随即表示今天就给你赢个100万看看。而这个输得一毛不剩的小伙子，就是后来东晋朝廷的大司马桓温。今天我们就要正式开启浑身是梗的桓温时代了。桓温一出生，他密集爆梗的属性就展现出来了。公元312年，西晋永嘉6年，桓温诞生。此时，江左第一流人物温峤，也就是跟着刘琨敌后抗击胡人10年，又2次拯救东晋朝廷的那个温峤，到桓家串门，祝贺桓仪喜得贵子。当温峤看到尚在襁褓中的小宝宝的时候，顿时感觉不一般。他给桓仪说：“你这个孩子有奇骨，这样你让他哭一声给我听听。”桓温很配合，给哭了一嗓子。温峤听了之后，更是啧啧称奇了，不由得说：“真英物也。”作为那个时代的顶流之一，能得到大名士温峤的赞赏，那属于是一种荣耀。桓仪也无比的欣喜，直接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取作了温。一方面是期望孩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像温峤一样的大英雄，另外一方面也有借着温峤的名号背靠大山的意思。由此，桓温身上的第一个梗就诞生了，即豪杰赐名。而温峤对桓温的这句评语，也成了桓温一生复杂多变的面孔中非常重要的一副英雄。在随后的日子里，桓温按时成长，到点长大。作为一个官宦子弟，桓温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每天都过着悠哉悠哉的幸福生活，也稍微沾染上了一点坏毛病，那就是好赌博。就像开头说的那样，有一次桓温连赌连输，赌的都快被人堵到家门口了，便只能去向好大哥袁丹求援。虽然说是好大哥，但袁丹事实上也没比桓温大几岁，俩人更应该是称为发小或者是挚友。在赌博上，桓温很菜，可袁丹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正儿八经远近闻名的赌神，市场上凡是好赌的，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虽然当时袁丹正在因为家族中有人去世而服丧，但是少年嘛，最讲究的就是兄弟义气。他还听说兄弟桓温有了难处，当即换上了常服，准备替好兄弟比划比划。这个债主只是听说过袁丹，并不认识他。一看桓温又带来了一个半大小子，还声称要继续赌下去，以为袁丹就是一个像桓温一样待宰的肥羊，于是欣然开赌，而且还故意打趣桓温说：“你带来的这个小伙子不会是袁丹吧？”袁丹则笑而不语，只要求与债主对赌，而且一上来就是每局10万赌注。与此同时，赌神打牌有自己的一套节奏。袁丹一上桌就来了气势，把帽子一摘，跟要像打仗一样，大喊大叫着开赌。债主或许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或者是被袁丹的气势给唬住了。短短几局之后，他就被袁丹轻轻松松地赢走了上百万钱，吓得这个债主连忙叫停。这时候，袁丹看着债主，将怀里的帽子一扔，得意地说：“这下你终于见识到赌神袁丹了吧？”这则有趣的小故事不见于桓温的传记，而是在袁丹的传记当中。虽然3岁看80这句俗语，我们不太好确定它的合理性，但结合桓温的未来发展，我们就能够从这则小故事当中感受到桓温身上的第2个特征——赌徒心理。或许许多年之后，已经站在帝国最顶峰的桓温，回忆起眼前这段赌狗生涯的时光，会俨然一笑。毕竟那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快乐时代了。因为很快苏峻之乱就爆发了。对于东晋朝廷初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苏峻之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关。作为普通人，苏峻之乱带来的是健康城被反贼抢劫，以至于男女老少连衣服都被抢光，只能把自己埋在土里遮羞。作为帝国的执政者，苏峻之乱带来的是皇帝被俘、太后被杀、
首都被占，江山局势分外危急。而对于桓温来说，苏峻之乱带来的是父亲永远的离开。公元327年12月，苏峻起兵作乱，率领百战精锐的流民军南下长江。东晋各地的守军或是不堪一击，或是临阵倒戈，而桓温的父亲桓仪是东晋这场大溃败中的少数人。他抢在叛军之前，率先挺进了芜湖，算是给首都的防线之外建立了一个据点。叛军对桓仪如此之快的动作也感到很奇怪。当然了，桓仪也没有能够强大到能硬刚流民军的地步，毕竟整个东晋前后用了3年才平定苏峻之乱。此时的桓仪也只能够是勉强支撑，屡败屡战。他先败于芜湖，再败于宣城，再败于广德，最后退守到泾县，并被叛军的部队包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本来就是职业军人不得不去面对的难题。桓仪的处境虽然艰难，但事已至此，死守孤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面对叛军的接连进攻和一些人劝降的声音，桓仪没有什么反应。他平静地说：“我受国恩，意在求死，绝不可能投降。”然而，就在桓仪准备以死报国的时候，泾县县令姜波眼见叛军势不可挡，再这样固守下去，虽然可能是会收获名节，但必然会死于叛军的兵锋之下。到那时候，命都没了，名节还有什么用？随后，姜波暗中勾结叛军，给叛军将领韩晃带路，大开城门。不久之后，桓仪被叛军杀害于城中。桓仪阵亡的时候，桓温只有15岁。听闻父亲死于贼人之手，他日夜哭泣，以至于哭得双眼流血。然而，苏峻之乱平定之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及本着不折腾的政策之下，相当一部分的叛徒，包括姜波，却得到了赦免，逍遥法外。桓温几次请求官府严惩凶手，最终都是杳无音讯。当权力无法伸张正义的时候，私刑就不可避免了。桓温下定决心要亲手杀了姜波。为了给父亲报仇，在守孝的3年里，他白天苦练武功，晚上枕戈而睡。姜波听说了这个拼命三郎之后，非常恐惧，身边不离家丁，终日闭门不出。当然，当3年守孝期结束之后，桓温却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仇人姜波病死了。姜波的3个儿子正在给姜波守丧，他们知道姜波生前作恶太多，也听说了桓温的动静，都惶恐异常，为此还专门打造了能藏剑于中的手杖，昼夜不离的带在身边。对于桓温来说，杀不了姜波，杀了姜波全家也行。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吊丧的客人，混在人群当中，悄悄进入了姜家。姜波的大儿子姜彪就在棺材停放的屋子里。桓温发现之后，迅速靠近，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刀，一刀直刺要害，姜彪当场毙命。杀了姜彪之后，现场周围的人一阵慌乱，四处逃散，而桓温则非常冷静，从混乱中找到了正在逃亡的姜波的另外2个儿子，然后又是手起刀落，令此2人也双双毙命。随着3刀渗人的血光，桓温收获了古代封建伦理中至高无上的评价之一——孝。毕竟为父报仇、血洗仇人全家的故事实在是让人太解气了。东晋朝廷虽然缺少骨气，但还是非常推崇这种朴素的正义感的。实在，桓温刺杀不仅没有成为道德与法治上的恶性案件，相反，他的行为使得时人称焉，而且还让他得到了大人物的青睐。在为父报仇之后，桓温传记的下一行，他迎娶了南康长公主司马兴南，任职了驸马都尉，又继承了父亲万宁县男的爵位。最终屡次升迁之下，桓温做到了徐州刺史的位置。尽管经书上说，当桓仪去世之后，桓家失去了顶梁柱，日子变得格外艰难，以至于桓温母亲生病的时候需要用羊肉为药引子。缺衣少食的桓温一度只能把弟弟桓冲支押给羊贩子做人质，才赊回来一点羊肉。然而，作为一个颇为冷漠的 UP，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人间真实。连王羲之这种顶级名门之后，都会在门阀的压制之下，终生不受重用。而桓温在父亲已经去世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仅靠这一则为父报仇的传说，就能够在官场上扶摇直上呢？怎么可能仅靠一个孝字，就能做到当年祖逖、西涧他们才能做到的徐州刺史这种封疆大吏呢？人们更愿意相信大英雄桓温从少年时代就有旗帜，所以才能在东晋朝廷虎步龙行。人们不愿意相信，连大英雄桓温都只是门阀政治既得利益之下的受益者，连他都是靠走上层路线才提拔的。我们以为桓家在桓仪牺牲之后只是末流家族，
但殊不知桓温的父亲桓仪与余亮是少年好友，就是那个几世中中书令、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递就受命辅政大臣的余亮。人们只知道苏峻之乱是由余亮操作失败一手造成的，桓仪本人也是在苏峻之乱中壮烈牺牲，但却不知道在战后余亮却依然还是东晋朝廷的平西将军、假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所以与其说桓仪是为了对抗苏峻才壮烈牺牲的，不如说桓仪本来就是余亮一党的骨干，桓家本来就是余家的羽翼。人们以为是桓温的个人魅力扰动了大人物，才让桓温有幸高攀了帝王贵胄的长公主司马兴南，但实际上这个长公主是晋明帝与于文君的女儿，于文君又是余亮的妹妹，长公主司马兴南事实上是余家的外甥女儿。桓温迎娶司马兴南其实就是门阀内部的政治联姻，甚至两人的牵线搭桥都是由余亮的弟弟余毅一手操办的。当然这个余毅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不一，余毅甚至要比余亮更加辉煌。在余亮去世之后，余毅接过朝政，都督江、京、司、雍、梁、益6州诸军事，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当然了，不出意外的是，我们会不经意地发现桓温与这个都督长江上游6州诸军事的余毅是发小，他们在总角的年纪就是挚友。然后我们又会不经意地发现，这个顶级的大佬余毅曾经向这个帝国的最高领袖晋成帝推荐过桓温。在向成帝的汇报中，余毅说桓温同志有英雄之才，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成普通的干部，应当重点培养。哦对了，再补充一句，桓温迎娶的这个司马兴南是晋成帝的姐姐。那么既然有了余家这棵参天大树，那么发生在桓温身上的很多事儿就变得好理解了。首任3人的桓温不再是犯罪分子，而是帝国名噪一时的忠臣孝子。派系内部的政治联姻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穷小子的个人魅力被长公主发现，俩人打破门户之见，喜结连理的爱情故事。最重要的是，桓温从参加工作到升任省部级领导，仅仅用了10年。这种像坐火箭一般的破格提拔也消失不见了，变成了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的桓温风度不凡、备受皇室青睐的奋斗故事。虽然本期的主角是桓温，但从苏峻之乱到桓温登场，中间至少还有10几年的历程。想要清楚桓温是怎么上位的，中间这10几年是关键，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快速过一下。328年，由于余亮的瞎搞，爆发了苏峻之乱。战后，朝廷一致决定将中枢权力再次交到王导老先生手中，而余亮一方面是因为内心羞愧，另外一方面还要准备再次出山，于是选择了外镇，出镇到了芜湖，这是大背景。等于说，此时在东晋朝廷中，主要矛盾聚焦在了王余之争，也就是琅琊王氏和颍川余氏之间的斗争。之前一直有小伙伴问，在北方打生打死的时候，东晋朝廷为什么不出兵？其实原因就在这儿，有实力的门阀都在夺权呢，权力还没有稳固之前，谁都没有功夫把目光看向北方。到了公元339年7月，距离苏峻之乱过去了10年之后，大晋中央朝廷沉重宣告，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战士、门阀代表、丞相、领扬州刺史的王导同志因医治无效逝世了。这也意味着斗了接近10年的王余之争在此时迎来了关键赛点。王导猝然去世，中央权力出现了真空，余亮敏锐地抓住了机会，迅速行动，当即让自己弟弟余兵接手王导生前的职务。在一系列的运作之下，余兵任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首都附近3州诸军事。由此，余家站在了东晋朝廷权力的顶峰。余亮、余兵兄弟接过了当年王敦、王导兄弟把持东晋的接力棒，再现了一人在外控制藩镇，一人在内控制中央的政治格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余亮、余兵兄弟把持朝政还没几天，仅仅半年之后，大晋中央朝廷又沉重宣告，余亮同志这位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战士、门阀代表、司空、国舅爷也因医治无效逝世了。余亮又突然去世，这就让中央的余兵感到独木难支。当然了，咱们也不用为大人物感到担忧，对于抓权这种事儿，他们要比我们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和积极性。很快又是一番运作，余兵的兄弟余毅，也就是桓温的那个发小，顺利承接了余亮生前的政治遗产。公元340年正月11，余亮去世之后10天，
于毅被正式任命为都督江、京、司、雍、梁、益6州诸军事，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从于亮于兵组合过渡到于兵于毅组合，于家兄弟惊险又艰难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很多事情是于兵于毅不能够掌控的，比如说东晋朝廷权力格局的剧烈演变。公元339年7月，丞相王导去世；8月，太尉西涧去世；340年正月，司空于亮又去世；341年12月，继任于亮的司空陆完又去世；342年6月，皇帝晋成帝司马衍去世，晋康帝司马越继位；342年10月，王室的掌门人王允之又去世，琅琊王氏至此彻底衰败。短短2-3年的时间，琅琊王氏彻底从最高层衰落，于家成为了东晋历史上又一个顶级门阀，站在了时代的潮流上，于兵于毅想要做点什么。于是，那个对所有偏安朝廷都充满了争议性的事业被提了出来——北伐。也正是这次由于家兄弟主导的北伐当中，作为于氏一派的人，桓温正式进入军界。建元元年343年7月，桓温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作战行动。为了策应北伐，朝廷任命桓温为前锋小都，假节率军进驻临淮。从王导到于亮再到于毅，说了这么多，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桓温的进步是基于老大哥于氏兄弟的扶摇直上。如果按照正常发展，桓温或许就这样在于家兄弟的庇荫之下，一步步的升迁，一直到成为于家的左右手，成为于氏阵营里的一个重要骨干。但造化实在是弄人，如果站在未来回看这段旅程，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上天就是一心的想把桓温推到台前一样。在公元343年7月的时候，于兵、于毅兄弟还雄心勃勃地试图开启北伐。然而，仅仅1年之后，344年9月，于氏兄弟扶持的晋康帝司马越去世，晋穆帝司马丹登基，于家至此彻底失去了外戚的身份。康帝一去世，朝廷里就有人试图与于兵于毅争夺北伐的主导权，但于家兄弟还没有来得及为损失弟舅的身份悲伤，2个月后，公元344年11月，于兵因病去世。于兵一死，整个于家能左右朝局的就只剩下于毅。此时，别说开启北伐，光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几乎就已经让于毅耗尽了心血。然而，这种苦苦支撑还没到半年，公元345年7月，北伐军总司令、都督征讨军事的于毅又去世。这等于说，在这短短的5-6年的时间里，东晋朝廷在没完没了地举办着国丧。当皇帝的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越先后去世，当三公的丞相王导、太尉西涧、司空于亮、司空陆完先后去世，左右朝政的魏将军、江州刺史王允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于兵、征西将军、南蛮校尉于毅、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何冲又相继去世。现在环顾东晋朝廷第一代大门阀琅琊王氏，第二代门阀颍川于氏，疏忽之间已经彻底垮台。此时执掌朝政的是时年只有2岁的晋穆帝司马丹，时年只有20岁的太后楚算子，谁都不敢惹只想当一个老实人的弟舅楚侯，以及一个3番5次闹着要退休的司徒蔡模。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豪杰总有舞台。在这种权力急速更替的大背景之下，桓温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台前。在于毅去世之前，于毅向朝廷举荐的是自己的儿子于元之，希望由他来接替自己的职位，执掌长江上游的军事力量。但那时候的东晋朝廷，康帝刚刚去世，于氏已经成了昔日黄花。为了打压于氏的势力，也为了防止军权在于氏内部世袭，主持国政的中书监何冲强势回绝了于毅的请求，转而将荆州刺史这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交给了根基并不稳固、各方面都放心的桓温。公元345年8月，于毅去世1个月后，33岁的桓温升任安西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统领荆、司、雍、益、梁、宁6州诸军事。桓温彻底取代于氏兄弟，正式全面掌控了长江上游的全部军队。至此，王于之后的第3代门阀权臣荣抗桓氏，在时代风云的号召下应运而起了。当然了，东晋历史上历来执掌荆州的都不是一般人物，王敦、陶侃、于亮、于毅，每一个荆州的拥有者都曾经凭着荆州做了很多事儿。他们或是起兵造反，或是秦王平叛，或是开启北伐，或是震慑中央。这种凭借强藩倒逼中央的情况，到了桓温这儿也同样没有改变。
很快，握着荆州的桓温就动了起来，他开始 cos 前辈们的造型，不经朝廷同意，直接率军出发作战。10几天之后，当桓温已经深入到了敌后，东晋朝廷才收到他的奏书，奏书上说臣桓温想要灭蜀。最后，咱们再来一个阔别已久的阴暗小故事，不过本次的故事不算阴暗，反而有些破案的意味。尽管咱们已经扒了一整集的桓温发家史，但现在还要继续小小得罪一下桓温老先生，继续拆穿他的一些小把戏。史书上说桓温的温字是来自于温峤的温，但是桓温出生于公元312年，那一年平北大将军刘琨先生正在黄土高原上跟匈奴人死磕，温峤作为刘琨的外甥和参军，此时绝大概率也在滨州抗击胡人。而桓温的父亲桓仪是在元帝司马睿任安东将军时期加入的南下大军，而司马睿做安东将军是在公元307年到331年期间，也就是说，桓仪最晚在331年之前就已南下江东。推而论之，桓温出生312年，桓仪只可能是在江南，不可能是在江北。也就是说，温峤想要见到桓温并赐名，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312年前后受命南下建康。那么温峤有可能在此时南下吗？答案也是几乎不可能，因为312年的时候，西晋还没灭亡，大晋的皇帝还是在长安苦苦支撑的晋闵帝。刘琨作为政治意识极强的高级干部，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参军如此大费周章的觐见另外一位藩王，要觐见也只能是觐见闵帝。所以综上所述，桓温名字来源于温峤，极有可能只是桓家人编织出来的一则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故事，大概率不是真的。